在这混乱的世代，我们都在追寻某种英雄。那些与运命较劲的人，我们称之为王者；那些胸怀天下的人，我们尊敬为帝王。如果问我，台湾百越中谁最具有王者风范？那种屹立不摇、君临天下的气势，在台湾只有一座百越拥有，就是南湖大山。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元堂。这一次，元堂一行人来到了传说中的帝王之山南湖大山，展开一套4天3夜的百岳之旅。而第一天，我们便从圣光登山口起登，前往我们第一晚的目标云林山屋。各位，我现在呢，大家可能看不到我的背景，我现在在前往南湖大山第一段的圣光登山口的路上。现在各位镜头看到的是 Panasonic G100 的专门做给 Vlog 的一个相机，整个林相现在很漂亮。汉娜的速度非常的快速。OK， 我们录到他差点摔倒了，应该没有录到吧？有录到了。各位观众，现在时间是10点，那我们8点45起登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个岔路口，然后我们是从圣光的登山口起登，但其实旧的登山口是在思源登山口，思源登山口上来4.8K， 可是圣光其实2.3K， 所以现在很多人都会从圣光开始。那这一次呢，我是特别带了这个 Panasonic 的 G100 上来，那它是我这4天的拍摄的一个伙伴，那我们就是到时候来测试一下它在做 Vlog 的一个效果会是怎么样的情形。那我们就继续前进。第一天的行程其实最为轻松。整段几乎都穿梭在树林之中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就是前面这段平坦的路程到了一个尽头。这一段其实就是这样一路这样陡上去。那到云林山屋大概还有4.9K， 那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就是休息点。从6.8K 登山口开始往上爬，算是一连串的上坡。前段路基本上因为还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，所以呢，你会感觉我们要穿梭在林境之中。走，各位，我们现在在多加利屯山的山脚点，因为海拔2795公尺，然后我们会在这边稍作休息。中午我们在多加屯山停留，吃着美味的葱油饼，在这里听着音乐，聊着天，最后才开始面对今天最后的一段路程。一小段上坡后，不一会儿，我们就早早抵达云林山屋了。出现了，死了！各位，我们现在到这个漂亮的凌云山屋了，很棒，很棒的地方。各位观众，哇，讲讲。这很过瘾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狮林云山屋了，然后在我后面你可以看到，它是一个有点斜的这种建筑的方式。因为我之前去了很多山屋啊，他们其实造型上面比较朴素，当然那个排云啊，然后什么天池是不一样啊。可是这个山屋我觉得算是小而美，蛮精致的。那现在的时间大概4点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可能会煮一些饭来吃。那汉娜好像是自己准备嘛？对，不是，我今天搭伙，我今天搭伙，搭伙，我可以带大家来看看，就是这边搭伙的伙食是什么，但我也可以找时间跟你们分享说，那我们明天中午嘛，对，我们会在外面行动粮的部分跟你们分享一下，在山上怎么吃健康。感觉怎么样？内爆，内爆，
现在带大家来看看山屋里面的状况。这边呢是大家现在已经都在准备他们的伙食，好香，肚子非常的饿。但是我今天是订餐，所以我要等这边协作准备好了再看。我们现在已经在山屋里面了。那我们今天大家8个人睡在上铺，请看。基本上我们应该是肩并肩的睡，可能要叠在一起睡。回到山屋里就是尽情的耍废，我们早早就休息，准备迎接明天一整天的漫漫长路。大家早安，今天是第2天的早上，现在是凌晨4点16，我们已经是整个山屋里面最后一组人了。那刚刚有问了一下幼犬，说我们今天要拉升海拔1300多，我们要从云林山屋走到南湖山屋。那因为今天第2天，其实听说就是地形起伏蛮大的，所以现在虽然还是大家要摸黑上山，但是我蛮期待等一下日出，还有待会会看到什么样的美景。第2天一起走。那讲一下现在在干嘛？现在就准备要出发。凌晨4点从云林山屋出发，我们是最后一队出发的队伍，一群人睡眼惺忪。我们在黑夜里攀过无数的阶梯，直到远处的山峦悄悄镶上一道金光。现在是第2天的凌晨，快5点40几，快6点。然后我们从昨天晚上大概4点半左右出发，就是一连串的陡上，然后这边都还是一些森林的景色。那等一下我们到下一个目的地神马镇山屋那边的时候，应该就是高山的草原，对吧？我常觉得登山就是一种修行，过程中我们时常自己与自己对话，时而感受着脚下每一步踏过的土地，那些承载着前人们走过的岁月。我们现在大概距离神马镇山大概剩下1公里，然后现在6点48。然后我觉得今天天气是很不错，然后其实大家状况今天我觉得都有比较好，尤其是阿灿活了，整个活起来了 ，OK， 往前暴冲。刚刚前面那一段是最陡上，然后现在可能这一段变缓，可我不确定等一下还会不会再陡上，但看起来现在都已经变得比较缓了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继续走下去，拜。各位，你看旁边的展望超好的，现在持续的在前往神马镇山中。然后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感觉荧幕里面的我怎么样？就是我现在是手持拍摄，然后可以感觉到它的这个5轴防手震其实非常的稳定。各位观众，我们从4点半出发，然后到现在已经经过4个多小时，然后现在已经8点多了，我们终于走到了，经过连续的陡上，走到了这个神马镇山这边。那这边它已经比较开阔，是一个草原，它是一个岔路口。那往左边的话是往这个神马镇山屋，然后呢，我们接下来的目的就是往这个南湖山庄前进。那我们就继续前进，然后等一下看一下今天的风景景色都还蛮不错的，然后天气也蛮好的，能见度也很好，所以我们可能等一下在上面看看有没有不错的地方，要拍一个空拍的大景。穿越著名的神马镇大草原，辽阔的山景一时间洗去我们整晚的疲惫。我们走在360度环绕的美景中，身体是累的，心却是快乐的。各位，前面的就是南湖北山，我现在已经抵达这个南湖北山的这个岔路口。各位观众，在我身后的就是南湖北山了。我们刚刚已经走到这个岔路口，轻装上南湖北山之后，大概3500多公尺。我们等一下登顶完成之后，我们就会再继续前往这个南湖北峰，然后最后下到这个圈谷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目的地南湖山庄。白痴哦，我要上到南湖北山了，3536公尺。然后这边有写，这是南洋溪的源头，非常的酷。南湖北山标高3635公尺，百岳第21名。这里是南洋溪的源头，
全山基盘宽阔，峰顶平缓，名列10重之一。从这里已经可以远眺南湖主峰，以及我们下一个目标南湖北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迎接今天最后的挑战，翻越眼前这几个绵延的山头。随着山势的起伏，我们一步一步向前迈进。我们一行人就像是魔界中的远征队，穿越着险峻的山壁，目标坚定。我们必须在下雨前赶到今晚的目的地南湖山屋。眼见风起云涌，似乎有风雨欲来之势。五岩峰，风如其名，算是整段路程较为陡峭的路段。而通过这里，南湖圈谷也近在眼前了。大自然以沉默告诉我们，谁才是命运的主宰者。在山的面前，我们都是如此渺小，而我总在风云变色之际，才能深刻体会。看着远处的南湖大山，峰顶乌云密布。我们终于历经风霜，踏上南湖北峰。各位观众，抵达南湖北峰了。可以看到这个牌子，北峰。在我后面的是圈谷，圈谷前面的这位女子，白衣女子是汉娜，神队友而且还会提供我一些牛肉干。好棒哦！耶，终于到了！终于到，而且我觉得那个下面那个山屋真的很漂亮，很可爱。超美！眼前的南湖大山以气势不凡的帝王之姿睥睨群山，在壮丽的圈谷前，南湖山屋则美得如一幅画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在前往下切这个南湖圈谷的路上，那可以看到后面这个云散去之后，这个南湖山庄非常漂亮。那我就走下去。一小段让大家看一下，其实这边蛮危险的，它地势蛮滑的，走起来一定要比较特别小心。各位，我们已经到南湖山屋了，在这边，就在下面而已。各位，南湖山屋海拔3388公尺，位于南湖大山圈谷。我们抵达之时，山屋已经缺水，加上天候不佳。我们最终取消前往南湖东峰的决定，而因为缺水，我们也陷入了苦恼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在南湖山屋，为什么我们会聚在这边呢？来说说看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就是这边就是没有水，然后就是要去那边的水源地去取水，但是可能要走1小时，然后路又很崎岖。我来补充一下，本来我们以为搭伙其实是会有水，但是因为这边水源过于缺乏，所以搭伙呢的话，他们其实也没有提供水，所以大家都要另外下切去取水。但是现在突然间天候巨变，然后开始下起了雨来，然后我们就觉得下切取水太危险。这时候好险灿宇想到了一个非常原始的方法，于是我们就在这边了。这个水这样子直接滴下来啊，然后就拿一些锅碗瓢盆装，等一下1个小时就满了。赶快特写一下，究竟我能不能就是能不能装满呢？我们等一下就要来收成，我们大概5点来收成。这是雨水的采集。对，个人是希望能就是只满能煮1杯泡面的水。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要下雨过，而且我出来都不会下雨，没想到这一次就下雨了。这次真的缺水。哦，那边鸡好多，好快。那边还有用那个特写一下那边。回头痛症状。这是什么取水法？可以解释一下。这个是雨衣取水法，非常的有效。雨衣还破掉，雨衣还破掉。1个、2个、3个、4个、5个、6个、7个，我就是取水大亨。等一下大家都要跟我要水。你要卖多少钱？我们1公升100，就是这么贵。谁比我会取水？说。有时候命运就是如此捉弄人。俗话说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”。缺水的南湖山屋碰上下雨天，却成了意外的收获。而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们隔天登顶主峰的路上。然后现在就是要去登上南湖的主峰，大概会预计花1个小时左右。希望等一下上去就是天气是好一点，因为昨天下雨，虽然说下雨取到一些水。要讲什么吗？我黑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出发了。对，出发了，出发了。No more talking about it. The way it is, the way it is. It's no mystery.
我只要一吹到冷风，我就会一直流鼻水。然后可是我戴面罩，我刚刚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呼吸，所以我只好继续流鼻水。好，带上去。上来就平路了。这句话甚至有让我有动力。是啊，是啊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了南湖大山的接近主峰的地方了。然后我们现在爬了一段很陡的上来之后，看到后面是超漂亮的云海。那主峰已经离我们不远了。我们这边小喘一下之后，我们就决定，我们就等下就继续前进了。OK。I fight for you every second to keep your touch in my memory. I try not to regret it. What could have been, should have been. If you would stay with me when you leave. 有粉红色的云。各位观众，终于抵达帝王之山南湖大山了。这真的超级感动。这段路真的是有点艰辛，但看到这个美景，看那边，整个都值得了。各位，我现在在主峰峰顶，然后我等一下来换一颗8/18的镜头，现在又起白墙了。可是可以想象到，如果是大景的话，在南湖大山上面环顾四周会有多么的壮阔。各位观众，我们现在在南湖大山主峰，然后可以看到我们背后是满满的云海。刚刚上来感觉怎么样？很险峻，很险峻。那个路线就是，如果你有一点点不小心的话，可能就会滑下去。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，其实我们在走上来的路上啊，非常的漂亮。其实我们有看到一点日出，只是刚好上到主峰的时候，就有点被云雾已经覆盖住了。但是其实也还不算完全的白墙哦，因为我们旁边还是看得到中央尖山，然后呢，四周也时不时的都会出现一些山头，真的是完全值得。我觉得值得，它真的是不枉它叫做这个帝王之山，非常有帝王的气势，超美。而且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，大家看起来很险峻，没错，因为在我们的下面就是南湖圈谷了。那我们等一下也会用镜头让大家看一下南湖圈谷到底是长什么样子，非常漂亮。OK， 南湖大山海拔3742公尺，百岳排名第8名，为台湾5岳之一。中央山脉第3高峰，因山势雄伟壮阔，素有帝王之山、王者之山之称。台湾2000元面额的纸钞的背面正是南湖大山。我们登顶的过程中，虽然短暂的出现过大景，然而世事难料，在主峰上却等来厚厚的白墙。我们一群人在上面等了好久好久，仍然不见云雾散去。就在我们心灰意冷之际，阿灿嚷嚷着要去看看主峰路上的一颗怪石，而这原先不在计划里的行程，却成了我们人生中最难忘的一场冒险回忆。我说的是一场真正热血的冒险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在探险，这边非常的帅气。每次看你一个手拿 GoPro， 看一个手走，超帅了，大爆帅！各位，我们现在呢，就是要前往我取之为太子岩的地方。毕竟南湖是帝王之山嘛，这一颗岩石就当它是帝王的太子了。各位，我们的太子岩就在前面。现在呢，汉娜也是持续的在下切。哇靠，你还爬上去哦！哇塞！走，你上来，这样子几趴？100了，几趴？100趴了，好害怕哦！各位，我们现在已经在这块太子岩上面了，非常的壮阔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在上面的石头被空拍。
好奇心是驱使人类进步的本源。我们走着没人走过的路，穿越着野生的兽径，一行人来到这块未知的岩石。有人说，人生是拆不完的礼物。当我们失望地从白墙的主峰离去，老天爷就让云雾散去，让我们看到这块旷世奇岩。没有一点冲动跟热血，也许我们都不会站在这块石头上。而人生有时候不正是缺了点不按牌理出牌的任性？当你看这个世界的心变了，这个世界就会跟着你改变。而我想，这就是山给我的体悟。各位观众，在我们后方呢就是南湖大山。我们现在刚刚已经历经了非常刺激的行程，抵达了一个根本没有人到过的地方。对，这个应该算是，我们就叫它南湖奇岩好了。南湖奇岩吗？对，这一块岩石它很特别，是它耸立在从南湖大山就看得到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好特别，我们就很想下来，然后我们就跟着那种水路的兽径，就一路这样下来。对，我们看那个大便，一颗一颗的，沿着它就走到了。我想这大概是无人挑战过的壮举，我们自认为啊，真的感动，真的很感动。对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现在就是收一收，就回去山屋休息了，因为天色看起来也是不太好。OK， 那我们走，拜拜，拜。终于从南湖主山主峰下到下面了，然后山屋就近在眼前了。那今天的行程也差不多告辞一个段落，明天我们就是花漫漫长路下山，蛮好玩的。好玩的。你之前会常常有这种就是不在计划里面的行程吗？很少，然后我身边的朋友都比较喜欢那种按部就班的，就是不敢乱闯。对，但是我是喜欢乱闯的。啊，你是喜欢乱闯的？对，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在计划内的事情，有时候反而会蹦出另外一种火花。没错，我真的觉得这次我真的很满意，超开心的。因为有去一些很特别，那真的是一般人不会去的地方，很满足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到山屋了，耶耶，休息。巨翘臀，等一下，这个按得开。我跟你讲，这跟他登山没关，是他平常累积的。对啊，我刚才是这样想。这是用臀大肌在登山，这套人可以负重20斤。女生，他是啊。最后一天晚上，我们就在按摩及聊天中度过。然后最意想不到的是，当我们隔天千辛万苦地爬上回程的圈谷顶端时，那美景至今仍让我难以忘怀。各位观众，我们刚刚已经从南湖山屋离开了，今天是最后一天的行程。我们刚刚攀爬爆陡的南湖圈谷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只要有喝那个运动饮料，直接赢。没有想厂商的牌子，对，没有讲牌子，想要抢好，我们就喘一下之后，我们就继续前进。然后各位观众可以看到，我们后面其实已经微微的那个超漂亮出现。原地舒缓20下 ，Go！ 出来！加油啊！汉娜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还好对不对？还好对不对？还好。小开始吧。各位，我们现在在南湖圈谷一上来的地方，后面的日出已经渐渐的出现了，非常漂亮。然后下方就是圈谷，感觉怎么样？好美，好想哭哦，很想哭，超感动。然后呢，尤其是就是在辛苦之后上来之后，刚刚那一段陡坡真的是沿路很想骂脏话，可是这样上来看到这么美，真的是一切都值得了。真的好想哭哦，怎么可以这么美？好美。我背后整个日出都已经出来了。哦，露出一点点了，看到了，出来了！然后后面是大小坝，然后这边是南湖大山，它的跟它的全景，超级美。日出出来了，各位！我跟各位讲，这就是为什么我爬山，我每次总是会让我意料不到，在最后一天要离开的时候，本来以为前面几天都是阴天，都没有景，以为就这样就要回去了，有点失落。但是老天爷总是会给我们惊喜，
就在我们要离开的这一刻，直接出了大景。我们虽然不一定要在主峰上面看到大景，可是我从北峰这边看到南湖大山，那感觉其实更棒，因为我是真真切切的看到南湖大山那种帝王般的气势，不枉它叫做帝王之山。你可以想象站在山顶上面，壁立群雄，看着周遭所有的山，然后周遭没有比它更高的山，然后这样子整个环绕过去，真的超美的。台湾真的很棒，一定要爬山。我太爱这里了，我太爱台湾了。OK， 最后一天，最后的美景，我们在南湖北峰像是着了魔般，完全舍不得离开。偌大的旭日从东边散发出万丈光芒，把周围的群山镀上金黄色的盛装。此时此刻，荧幕前的你们是否能感受到我们双眼的震撼？山之美，美得令人屏息，美得令人痛哭流涕。时间仿佛就此冻结，而这幅美景将永生烙印在我们彼此的心里。我也要上来，这上面是很厉害哇！哇塞！回想起这趟旅程，我们什么都经历了，从失落到惊喜，甚至在我们离开前还看到野生的长鬃山羊。而在下山的路上，我们更发现了过去失事直升机的残骸。这个平台上面有一个坠毁的直升机。人生总是充满着许多意想不到，就像我也没料到下山我会滑倒伤到手一样。不过，如果你要我说这次最让我难以忘怀的，我想还是那绝美的日出。就像汉娜爬山时问我的：“你是日出派还是日落派呢？”我的答案已显而易见，我喜欢日出给人的希望，一种全新的开始。美国诗人 Emily Dickinson 曾说：“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，我本可忍受黑暗。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。”也许正是这种曾经沧海难为水的体验，使我们一次又一次的上山。如果山是偷心的大盗，那我们也甘愿被其绑架。我是元堂，这是我在南湖大山的故事。那下一次，元堂又要混哪里呢？各位，通常我们一般人下山就是长这样，但有些人会呈现这样子的下山方式。发现了，这样好轻松哎！轻松的倒退下山法，背包推着我走，啊，这就是大家下山都身心俱疲啊。但是这位小姐真的很感人，她真的沿路的捡垃圾，给她一个赞，耶！我是元堂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哦。元堂混哪里？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